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板鸭大叔奥菲斯。这期的视频为大家推荐几处米兰及附近值得一去的地方。这期的视频是一个迟到的视频，所用的素材是几年前我去米兰时候拍摄的，但是一直没有制作，那时候还是一个需要佩戴口罩的年代。尽管时过境迁，视频中值得一探的地方却价值依旧。大家都知道米兰是时尚之都，有著名的 Duomo 大教堂，但是其实说米兰是达芬奇之城也不为过，因为达芬奇曾在米兰公爵的支持下在这里生活了很久，他不少重要的作品也保存于此。我今天视角依旧是从艺术出发，来探究历史留给我们的瑰宝。你一定知道达芬奇最著名的那幅画《最后的晚餐》，这幅画就在米兰的圣玛利亚修道院。修道院始建于15世纪，是一个哥特和文艺复兴风格的融合建筑，设计师是文艺复兴时期非常重要的建筑师布拉曼特，他是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第一代设计者。后来的米开朗基罗等建筑师是在他的基础上完成了这座伟大的建筑。最后的晚餐画于这座修道院曾经餐厅里，现在是一个单独的博物馆。这幅画就是米兰公爵委托达芬奇的创作的，创作于1495到1498年。画作描述了耶稣在被捕前和12位门徒的共进的最后一次晚餐，期间耶稣预言一位门徒会背叛他。达芬奇使用了油画和湿壁画结合的方式进行创作，让当时的色泽非常生动，但也产生了保存的问题。这幅画现在褪色非常严重，所以有严格的参观限制。这幅画中，耶稣位于画面的中间，12位门徒3人一组，分为4组，有序而充满互动感。他们在听完耶稣的预言后表情各异。耶稣是视觉的焦点，摊开双手，表情平静而庄严，象征着接受和牺牲。达芬奇使用了单点透视法，让看向耶稣的门徒目光都聚焦于他的头部。画中耶稣右侧看起来像女子的人物，其实并非女子，而是圣约翰。他和右侧的圣雅各形成对称的倒三角，两人目光都看下斜下方。最后的晚餐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极盛时期的起点。限于篇幅，大叔这里就不做过多解读了，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去现场看一看原画，感受现场画面带给你的冲击感。今天我们如果想去逛一逛图书馆或是博物馆，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，但在古代，这类机构并不对外开放，仅仅开放给教职人员或是一些学者从事学术的研究。米兰的安布罗修图书馆是欧洲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，于1609年由米兰的红衣主教创办。当时我去参观这里时，其实是冲着这里的达芬奇手稿和大量文艺复兴名家画作去的。然后非常的幸运，拉斐尔雅典学院的素描手稿在经过4年的修复后，刚刚对外展出。雅典学院的原作在梵蒂冈的签字厅，画中描绘了很多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，是一种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。当你近距离观看这幅手稿时，你可以近距离看到拉斐尔笔下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人物的表情和动作，细致入微的笔触，详细的构图，都体现了拉斐尔登峰造极的古典艺术造诣。和最后的晚餐一样，只言片语难以详细解说这幅画作几乎占据了整面墙的手稿。虽然只是素描的手稿，让我内心只有震撼和一种渺小的感觉。或许这就是艺术瑰宝的魅力所在吧。达芬奇的大西洋古抄本以及他的名作音乐家有一个专门的展厅，就是图书馆的最后一个房间，红衣主教的大厅。这里其实是真正的图书馆，整个房间被书架占据，遍布各种书籍和手抄本，包括神学、哲学、科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。大西洋古抄本是达芬奇的工作笔记，涵盖了他在科学、艺术和工程领域的研究和设计，但大多数内容不过大部分篇幅是他对科学的探索。音乐家这幅画也达芬奇在米兰时期创作的，他独创的晕染法让人物面部的阴影和光线进行了很自然的过渡。画作的细节和立体感也非常明显，尤其体现在深邃的眼睛和厚实的嘴唇上。画作得名应该是来自肖像人物手持的乐谱。音乐家可能对达芬奇来说只是一幅普通的画作，但是达芬奇是个跨界天才，所以画画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已。所以他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画作，每一幅都有独特的意义。安布罗修图书馆收藏了大量中世纪时期的手稿和古籍，古地图和地理文献，也有不少其他名家的作品，比如波提切利、体香的一些作品，卡拉瓦乔的画作也有一些收藏。除了绘画作品外，这里还有一些雕塑作品和古物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非常值得你花时间好好看一看。
米兰附近有个小城叫帕尔马，这个罗马时代就存在的小城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名城。你可能听过帕尔马之水这个意大利品牌，这个时尚品牌就在1916年诞生在这个小城。这里还曾隐藏着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另类大师克雷乔。我之前说过他的宙斯诱拐加尼莫德斯，宙斯与伊俄。他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创造戏剧性的画面，并将明暗对比运用到极致。而画面的戏剧性冲突和明暗对比是100年后巴洛克绘画的特色。可以说克雷乔是一位非常超前的大师。帕尔马大教堂的穹顶画圣母升天就是他的杰作。他在这幅画中使用了大胆的透视和动态的构图，当你从下往上看时，有一种极强的空间延伸感。顶部的圣母似乎马上就破穹顶而出，进入天堂的大门，周边顺时针环绕的众人也加深了整幅穹顶画的动态效果。著名歌剧家威尔第也和帕尔马关系密切，威尔第的出生地本身就处于帕尔马省，在他的成长过程中，帕尔马对他的音乐事业提供了很多支持，所以每年的10月，帕尔马皇家剧院都会举办威尔第音乐节。如果你有购物的需求，帕尔马附近的 Fidenza 购物村是个不错的地方。第一，我认为这个购物村本身就是一处艺术创作地，美轮美奂的建筑，其设计灵感很多来自艺术本身，比如威尔第的歌剧。这里经常还邀请艺术家在现场进行创作。第二，这里云集了很多非常精致的意大利设计师品牌，这些品牌在其他地方你可能很难遇到。如果你对意大利的小众设计师品牌感兴趣，这里非常值得一逛。好了，这期关于米兰及周边的艺术旅游小贴士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板牙大叔奥菲斯，我们下次再见。